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5月7号，星期五。今天，哎呀，太惨了！今天太惨烈了，面具人都受不了了，面具人要哭了。狗狗币出事儿了，狗狗币有情况了。来看今天的标题：最后一天，狗狗币预言成真，跌穿裤裆了。我已上天台，面先知预测又成真。为什么你赚不到钱？《三国演义》早有答案。曾仕强的一句话让我成为了百万富翁。今天咱们来说两件事儿啊，一个是有关于钱的事儿，另外一个是有关于民生的事儿。狗狗币和电动车的事儿，在节目中间呢，面具人也会分享一则三国中鲁肃的成功经验，还有著名的中国企业管理之父曾仕强的金句。那就是为什么你赚不到钱？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了。好，咱们先来说说狗狗币啊。哎呀，刚才你们可能听我念标题的时候，听到了我说这个狗狗币跌惨了、跌穿裤裆的事儿的时候，哎，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会捏了一把冷汗呢？哎呀，确实，今天狗狗币跌破了6毛钱，直奔5毛钱呀，甚至大有跌破5毛钱的架势。当时呀，很多人都吓破胆了。嘿嘿，这是不是印证了面具人昨天节目里面预言的话呢？昨天我在节目里面是怎么说的？来听听。哦，还有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在周六之前，庄家大户们会带一波节奏杀跌，把一些定力不足的人震出局。然后呢，这些庄家他们抄底补仓，然后就等马斯克在周六夜现场奶一波推广一波以后大赚。那时候我就说，在马斯克先生出席这周的周六夜现场之前呢，狗狗币的庄家们很可能会借机出货砸盘，造成一个下跌的趋势。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因为谁都想多赚点钱嘛。狗狗币这个事儿呀，现在节奏带起来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散户跟着进来了，推动了整个盘子的上涨。可是我们都知道，任何盘子的上涨空间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也就代表它的利润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啊，今天早上出现了一波出货狂潮，出现了一波杀跌，然后呢，又有大量的资金进来。我们仔细看啊，是大资金带跌，然后呢，又有大资金进来再带涨。今天盘子稳定到了 0.58 这个位置，来回波动，来回震荡。SNL 也就是周六夜现场，当然是个利好消息，马斯克先生要出席。那么马斯克先生他之前的言论我们也都知道了，经常推广狗狗币嘛，大家会想，马斯克出席了 SNL 之后呢，万一在节目中又推广了狗狗币，那绝对是会造成狗狗币的大涨嘛，对不对？可是呢，你都能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这些金融公司他们更会知道呀，对不对？他们也没理由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并且呢，他们更会借着这个机会把利润最大化。那么怎样才能把利润最大化呢？反正到 SNL 按照亚洲时间算的话，还有2天时间，足以让他们杀掉一大批高位入的人，比如 0.6、0.7、0.68、0.65 这些价位加入的人。你想嘛，这些价位加入的人，他们是在偏高的点位加入的啊。那如果造成了下跌的趋势，很有可能会震慑住这帮人，然后呢，把他们震出去，让他们割肉。最后呢，这些庄家他们自己补位，只等待马斯克在节目上一推广，然后大涨，是不是这些庄家们的利润又变大了？我们看啊，这个图上面上一次出货下跌到了 0.52 就下不去了。那面具人我感觉啊，这上一次出货它只是一个压力测试，很可能呢
在今天晚上会出现更强力的出货，因为上一次出货带来的跌幅效果比较有限，这个下跌跌到了 0.52 以后就跌不下去了，然后呢迅速的就被补上了，从 0.52 又涨到了 0.64 左右。你们看是不是这次的下砸力度还不够？所以呢，面具人我个人判断啊，这个 0.52 分水岭的下跌阻力并不是很大。如果说庄家们想要更大的利润空间，想要从更低的价位入场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更大量的出货，更大力度的去砸盘。所以说呢，从昨天到今天的这种出货，这个量的下跌啊，顶多就只能算一个假动作。可即便如此啊，这种假动作估计又骗了不少人，在 0.55、0.59 补仓上车。昨天面具人预判的挺准吧？我说，在马斯克出席节目之前呢，这些金融寡头庄家们很有可能会故意杀跌啊，造成很多人会觉得，哎呀，马斯克不会在节目上不讲狗狗币了吧？马斯克到底上不上节目？又或者说有什么内部消息啊，导致了这个盘子下跌？不行，有风险。哎呀，我 0.67 入的，哎呀，我 0.7 入的，这样再跌下去，那我就亏惨了。不行不行，我要割肉。造成这种心理效应以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割肉离场，那庄家们就能补位了呀，是不是？这个效果让面具人我在昨天的时候都已经预判到了。那我现在啊，再给大家预判一下啊，我预判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之间啊，还会出现一波比较强力的下调。如果说小幅度的下调不能够带动这些人跳水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更高的下砸。在这里给大家补两句啊，截止我录完节目之前呢，我刚才啊又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来看这张图啊，红色代表下跌啊，你们看现在是下行趋势啊，来我们看这张图，狗狗币的资金总量反而上升了，现在是80亿美金。那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信号不？这就代表有些人呢他在囤货，而这个囤货的人很可能是金融大鳄或者是庄家。那么这些庄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呀，他们用最大量的资金在低价买入，能够在保证自己的利润的同时，他们还可以压缩盘子。为什么要压缩盘子啊？那就是在马斯克上节目之前啊，他们很可能会低抛，然后造成下跌效应，吓走一部分人，逼一部分人割肉。为什么会这样做？刚才我都已经说过了，对吧？那这一个现象值得大家关注啊，应该仔细观察，这是个好机会。不管你是抄底还是止损啊，我建议大家多观察。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也不能说是异常吧，常规化操作啊。那至于过上一段时间啊，今晚或者是明天它会不会出现下砸呢？咱们走着瞧嘛。具体情况还需要观察。大家仔细看啊，狗狗币从前天到今天已经连续出现了好几波的大资金出货。其实这个资金量也不算太大，3个亿、5个亿、6个亿，也就是几个亿而已。那这种资金量是随便一个小狗庄、资金寡头、金融大鳄都能出得起的，随便一个小狗庄都能带起来这样的节奏。面具人我个人判断啊，真正的大庄还没发力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你看跌到了 0.52 的时候又跌不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大盘又追高了。可是呢就在这个过程，估计又有很多人是在 0.6 左右上车的。那你们记住了，这些数据都是能够被这些金融大鳄们掌握住的。
币市是24小时交易的，马斯克要上周六夜现场又能怎样吗？事情的发展速度是可以随时变换的，因为这些币圈它是实时交易的，所以呢，没到马斯克上节目之前呢，这个盘子大跌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是节目开始了以后，马斯克还没提及狗狗币之前，这个大盘它还是有继续下挫的可能的。我们看如果说没有出现回调，那现在入场也可以，你可以尽量找个低点位上车，也没什么的，紧跟节奏强健自己的心脏很重要。因为马斯克如果在节目上面推广狗狗币，那狗狗币暴涨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周六夜现场是全美最受欢迎的娱乐媒体节目，也是全球前列的娱乐节目之一。看准时机很重要，今天到明天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大家伙儿可以坐在电脑跟前，可以看着面具人的节目，咱们一起期待共度良宵。可是呀，大家记住了，只要出现资金进场这些资金它带一会儿节奏之后呢，他们就有可能带跑带跌，那这个节奏整个盘子还是有可能会回调的。所以呢，你们不用紧张，买高买低它会来回震荡，会出现好几波节奏的，大家只用看好这个节奏，盯紧一点心态平稳一点，找准机会入场就行了，对不对？至于今天早上52左右入场的人，是不是刚才最高涨到了快65你出货，是不是52到65你又涨了20%左右，又赚钱了，对不对？短有短的好办法长有长的好办法。那如果你能长短并用，想长就长，想短就短，那你就能利润最大化。不过面具人我建议新手还是找准一个好的时机插入了，钱放进去了以后，等它上涨到了令你满意的价位了以后，你直接就抛了就行。新手我不是很建议来回这样操盘，尤其是做短线因为你们的心态包括看盘子可能达不到那种老手的熟练水准，对不对？总之呢，不管长短现在是你们赚钱的好机会。还有呢，听面具人我建议的人，赚到钱的朋友们要在视频下方给你面具哥留言做个证你别光赚到钱了以后你就悄悄的跑了去享受生活了，你也回来留个言，帮你面具哥打个广告嘛，帮你面具哥做个证嘛。真的听面具人建议的人从半年前到现在多则完成了几十倍的财富增值，少的呢也赚了不少钱了。那至于面具人我有没有说假话，我有没有吹牛逼，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我之前的节目，以史为鉴嘛，这些都是证据呀。从半年前狗狗币几分钱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买小币种狗狗币，然后呢，到了现在，狗狗币已经成为了超级币星了，已经快有币王的称号了。这才花了多久时间？3个月、4个月、5个月从我那时候说到现在，跟我上车的人现在可不是有10几倍赚的，少则呢也有几倍赚的，是不是？还有呢，去年我也说过，二手房马上就要卖不成了，要卖就在当时，也就是去年的时候赶紧下手卖。结果呢，有的人听了就在那时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变现了，甚至呢还有些人呢都已经出国了，因为当时面具人也说过，很多国家都会随着开学季然后呢趁机放一波人进来，因为他们需要留学生嘛，需要赚学费嘛，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趁机会把房子卖了，然后呢举家移民就走了嘛。可是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没听，那没听的人是什么下场呢？他们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房子现在被锁盘了，卖不出去了。
那既然卖不出去的房子，那就不能叫商品房了，对不对？前几天面具人还和国内的一个朋友在讨论什么是商品房。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就认为他的房子很值钱，他的房子就是商品房，他的房子是价值很高的商品房。商品。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给大家明确一下什么是商品啊。商品指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商品。是商品就必须同时具备可以买和可以卖的两个属性，就是说有人买了就代表有人卖，有人卖了就代表有人买。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东西啊，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家里面的东西啊，有没有不能卖的东西？你们家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可以卖的吧，只是价位高价位低的差距而已。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东西才是不能卖的呢？什么东西才是卖不出去的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看嘛，那卖不出去的东西能是什么东西呢？垃圾废品是不是？甚至垃圾也都能卖钱，只不过垃圾的价值含金量非常低而已。那你说你的房子只能买不能卖，那算什么东西？中国现在的房子只能买一手的，一手的房子交易完了以后变成二手房了以后就不能卖了，那你说这种房还能称得上是商品房吗？不能卖的东西它还能算是商品吗？相比于商品，是不是这种房子它的地位更无限接近于垃圾？你们记住了，商品它一定是要同时具备买和卖两种属性的。狗狗币也是这样呀，你看要是谁限制狗狗币不能卖了，狗狗币肯定还是涨，因为不涨不行呀，锁住了呀，钱出不去了以后它咋可能跌嘛？只能进不能出，它肯定是涨的呀。但是呢，这种玩意儿傻逼才会买呢，对不对？买进去了又不能卖，这不就相当于是白送钱吗？你说房子是用来住的，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你仅仅是为了用来住，那你又为何掏个几百万去买一个仅仅是用来能住的地方呢？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划算不划算呢？对不对？如果说我的这个投资最终会化为乌有，没有任何回报，那我何必掏几百万去买房子？我租房也是一样的呀，对不对？你还真别说，国家呢也看到了租房的这个市场了，国家也吃准了，很多人他就是不买房，他准备租房过日子。行呀，那现在统一的把这个租房市场也给管制上了，你们还是要把钱交给国家，还是这个被收租金，而且呢这个租金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信咱们走着瞧。过上个半年1年以后，你回来再看我这个视频，如果说我说的准了，欢迎给我留言点个赞。我刚才说狗狗币肯定跟这个房地产市场不一样啊，狗狗币是可以24小时随意买卖的，它是全球流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制控制它的。所以说你有钱买房子去投资，你还不如投资狗狗币呢。咱们不说别的啊，就看面具人我的节目，半年前你早点听面具人的话，投资狗狗币，别说1套房了，几套房你都赚到了，是不是？不管到哪儿，有钱才是硬道理嘛。反正呢，面具人我也把财富密码告诉你们了，今天到明天是终局之战，赚钱不赚钱就看你的一念之差了，能不能赚钱就看你出不出手了。告诉你们一个口诀啊，玩币看消息看 K 线柱状图不如看人心。一个好的商人，他绝对是在揣摩人的心理上有一手的。一个好的商人，他一定是揣摩心理的高手。很多人为什么会赚不到钱？
面具人最近也接触了很多过来咨询面具人的朋友，其中呢，绝大部分人都是，哎呀，加入面具人的会员，你能不能保证我赚钱呀？哎呀，面具人，你先带我赚钱，等我赚到了钱了以后，我再分你一些。又或者是东拉西扯，啰嗦了半天，一堆堆废话的，说不到重点的，想白嫖。那面具人我就想说，咱们在商言商，你想一下嘛，谁会平白无故的帮你呢？你要吃饭，我不要吃饭了吗？你家的亲戚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帮你吧？反而呢，还会因为你没钱而瞧不起你，对不对？这有人买就有人卖，对不对？投资这种事儿呀，没有行不行，只有值不值。我帮你赚钱，那我赚到了钱了以后，我为啥要分你呢？你想过没？对不对？那我帮你赚钱，钱在你口袋了，你赚到了以后，你不分给我，我又能把你怎样呢？你认为面具人我有没有这么弱智？还是说你是个弱智？对不对？你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都想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呀，还是去信那些什么神选之人、虔诚信仰啥的。面具人我这儿是在商言商，咱们都是平等的，懂了没？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你要生活，我也要生活呀，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是把你那种什么封建贵族思想拿到这儿来别人都应该帮你，别人都应该服务你。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你走遍这整个地球1块2块3块5块的，别人真的是有可能会帮你无私的，因为这个无伤大雅嘛，是不是？你到大街上随便去问来给我拿1000块钱，给我拿1万块钱，来，你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说，来，你帮我赚钱，等我赚到了，我再分你一半。你觉得有没有这么傻的人能来帮你呢？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傻的人能来帮你，而你却是这么想的，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傻子。面具人想要告诉你们，资本它是流动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不会花钱，那你也就不具备挣钱的能力。为啥？因为有人买就有人卖呀，有人出就有人进呀。你要能想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挣钱。面具人从小就喜欢花钱，我从5岁上1年级开始呀，我都是一直喜欢花钱的。我每天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花钱之上。可是呢，我这个钱花着花着，花到了不够用的时候呀，我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搞钱。于是呢，我在跟别人同龄的时候甚至比别人更年幼的时候，我就已经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样去赚钱了而且呢，我这辈子也不怎么缺钱。别嫌我吹牛逼面具人我这辈子呀，想要的东西，什么玩具呀、目标呀、女人呀，我想要的我基本都实现了。想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想追哪个女人我就能追到。因为我从小开始我就在研究这些东西，我比别人任何人起步的都早，懂了没？我领先于起跑线，敢想才能敢做嘛。你首先得有想法，包括你们看面具人我想出国，我也都全家移民了呀，对不对？所以面具人我这辈子觉得呀，干什么都难，就是赚钱不难。也可能是我家庭熏陶的问题吧，我的爸爸就经常给我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呀，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来，你看看你的周围别说别人，就看你周围的朋友呀，或者是你讨厌你瞧不起的人。这当中呢，不乏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贪小便宜，算小账，算计别人。可是我们看看为何这种人他们算计了一辈子，贪了一辈子小便宜，就是发不了大财呢？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个历史名人，咱们就拿鲁肃来说。鲁肃这个人呀，放在现代中国人来看，妥妥的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嘛。可是呢，鲁肃的外交天赋是极高的，
联署抗魏、借荆州，这些举动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骚操作。也正是因为这些谋略，鲁肃是吴国不折不扣的金牌续命师，流芳千古，后人敬仰。鲁肃也是为数不多的《三国志》单独列传的人物。《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当中就描述鲁肃的爸爸死得很早，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但是呢，鲁肃的家里很有钱，也有很多的粮食。因为当时三国战乱，鲁肃还经常大发善心，施舍粮食。当时正在作战的周瑜听说了有这么一个大方的人，于是呢就去登门拜访，请求鲁肃的支持。周瑜和鲁肃相见甚欢，聊得很愉快，鲁肃也答应全力支持周瑜。鲁肃说：“我家里的钱和粮食，有需要的你们就拿去。”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想不通了，认为鲁肃真的是傻大方。这养军队需要花费多少粮食和金钱呀？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你们真的认为鲁肃大方吗？是，面具人不否认鲁肃的本性是比很多的资本家要大方许多的，但是我们仔细看看啊，那时的鲁肃他只是一个小资本家而已，小商人，而周瑜是军人，周瑜手底下有部队，听懂了没？鲁肃如果答应给了，他能够落个好名声，甚至呢还能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可如果鲁肃不给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惨案？三国乱世呀，大家也都能应该脑补出来吧。如果鲁肃那时敢不给，他就没下文了，直接原地归西了，懂了没？聪明的鲁肃当然知道，从周瑜找上他的那一刻开始，他给也得给，他不给也得给。我们可以以史为鉴，鲁肃的选择是正确的。鲁肃大力的支持了周瑜，而后呢，毕竟鲁肃帮了大忙嘛，那周瑜回去也好交差。周瑜这个人刚好也讲义气，就拉鲁肃入伙。周瑜后来当了江东集团的 CEO， 之后呢，又没过几年，鲁肃又拉了另外一个新的合作集团的 CEO 诸葛亮入股江东集团，把周瑜气得退休了。然后呢，鲁肃自己就当了江东集团的 CEO， 大都督嘛，顺便呢还给吴国蜀国续命了。这些故事都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呀。鲁肃的军事外交综合能力是吴国4大都督之首。至于陆逊、周瑜、吕蒙，其他这几个都督，他们只是军事强于鲁肃。吕蒙急着翻脸抢回荆州，也就埋下了吴国、蜀国亡国的隐患了。孙权呢，其实对于荆州的问题也是犹豫不决的。鲁肃是主和派，鲁肃挂了以后，主战派上台，你也可以理解为民粹派、保守派。而随后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历史发生的事情，蜀国和吴国开打，然后呢互相消耗内力，最后呢被魏军逐个击破。那这些都是后话了。通过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舍得的重要性。成功人士往往会花钱，虽然说有钱人不穷大方，有时候还很抠门，但是呢，他们在该花钱的时候绝对不会舍不得，绝对不含糊。而反过来，我们去看那些底层的 loser， 他们却喜欢穷大方，他们花钱仅仅是用来满足于吃饭而已。在这里啊，面具人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曾仕强先生讲的一些话，应该对你们很有帮助。反正面具人我是受用了，来听一下。听完了这些话，咱们就进入咱们今天的时政新闻部分。一个人，这句话不太容易懂，要先学会花钱，你才真正会赚钱。你看那个水管不通的时候，这里是水的进口，这里是水的出口，请问你是清出口还是清进口？当然出口要清，你钱出不去，它就进不来了。所以很多人说我那么努力，怎么老赚不到钱呢？就是你这里塞住了。到了陶朱公，他就真的专心一意的去经商，19年之内
3次聚财，3次散财，越散财越多。很多人不相信，那不相信活该嘛。你看，我们有一句话，从以前传到现在，很多人还是随时可以把它背得很完整，叫什么？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多舍多得，少舍少得，不舍不得，所以都会背。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因为到时候你就舍不得了。你一舍不得，后患无穷。口口声声钱财是身外之物，但是连1毛钱都舍不得，那就典型的守财奴。你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留给子孙呢。那我请问你，你留给子孙是为他好还是为他不好？我们现在正式的提问：有钱人他不是自私，他不是为自己，他因为自己受苦受多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像他这么受苦，所以他想给他一批钱，让他们呢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这很好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发，多神气啊！但是真的会这样吗？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你给他合理的钱，他知道我有这个，我要爱惜。我们平常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一个人要先学怎么样花钱，然后才去学怎么赚钱。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哎呀，这是钱都还没赚进来，还学不学花钱？金钱观就是先教小孩怎么花钱。他这辈子对钱的价值观，他知道怎么花钱才合理。他长大以后，他所赚来的钱，第一个不会是不义之钱，第二个他不会变守财奴。你为什么一直穷？这期视频为你揭开贫穷的真相，希望能够帮助很多还在迷茫的人。从现在起，我要你把一部分积蓄用来投资自己，而不是及时行乐。这些内容过于真实，记得点赞收藏，耐心看完。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底层的劳动力为什么会让你越来越穷？第一，体力劳动的竞争比脑力劳动更大，而且要求越少的工作，加薪的可能性就越低。你一旦体力不支，你就会被更年轻的人取代。当你的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的时候，淘汰只是时间问题。所以焦虑、郁闷、挫败始终伴随贫穷左右，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会加速体力的衰退，抗风险的能力下降，恶性循环一旦开启，基本没有出头之日。第二，没有提升认知的启动资金，认知低是穷人的共性。最近有一句话很火，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说的就是穷人的宿命。小的时候不努力，很多人丧失了晋升的通道文凭。虽然不能决定财富的多少，但是能决定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的强弱。而提升认知靠的就是学习力。认知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帮助你去做判断和选择。很多人不是没有发展的机会，而是机会来了，因为认知低根本没法把握。第三，穷人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因为在底层待得太久，他原本高质的思维起了变化。贫穷是一种陷阱，你想要跳出来很难，你要超越90%同阶层的人，更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决心和毅力。人之所以穷，是穷人认为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宁愿用体力劳动去换取食物，也不愿用脑力去提升认知和技能。稳定会放弃对未来的拼搏和谋划，长此以往就进入了贫穷。一旦他们怀疑机会渺茫，怀疑没有任何希望，就会立刻认命，觉得自己生而贫穷，并且把这种思维传给下一代。这就是贫穷的根本。想一想，你为什么穷？听完了吧？好，咱们来讲新闻啊。这个新闻又印证了面先知的一个预测了。还记得最近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收电动车行动吗？全国各地都在疯狂的收电动车。你们看这些视频，都到家里面去收电动车了呀。为啥这些交警要这样做呢？面具人告诉你们呀，因为现在红色贵族把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捞走了，
他要一带一路嘛，他要大撒币嘛，他要争雄世界霸主嘛，他要给外国援助嘛。那你说利益都被中央拿走了，用于对外扩张，那这就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太吃紧。可是这些基层的维稳人员，他们也是要钱生活的呀，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不能下降呀。你说这中央的红色贵族惹不起，那他就只能去抢更弱的百姓呀，这老百姓肯定是惹得起的嘛。现在有些地方啊，靠交通罚款来弥补它的财政收入的不足。我们确实现在啊，一些县财政压力很大，州西建筑，所以想各种办法去增加收入，交通罚款成了一个特别有效的创收的一个方式。那么有记者在北方的一个县调研，发现这个县比如公共财政的收入才1亿多，1亿多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我们一个县支出通常都会超过10亿，那人再少也要好多亿。而在这1亿收入里面，这个县3000万是靠交通罚款得到的，占了收入的1/3。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就出现了叫过度执法这样的问题。这就是阶级顺位压制。所以呢，底层的百姓，你们永远不要盼望着什么上层改革，上层打土豪分田地。上层改革，他们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也是为了他们的自己利益，他们不会为了你去给你分利益的。你赚钱呢，你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上层赚钱呢，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谁都不会平白无故的去给别人好处的，听懂了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私奉献的人，就连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去奉献，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私心的，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比如有些父母是想要孩子完成自己未尽的梦想，美其名曰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再比如有些父母他养儿防老嘛，这是最传统的，对不对？还有呢，有些父母他生孩子是迫于无奈啊，他不想要，但是呢不得不要，比如某些意外怀孕之类的，结婚呀，这个面子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掺杂其中啊。总之呢，父母对待孩子也是会存在一定的私心的，这个社会的规律你一定是要能看清楚，你才能赚到钱，懂了没？否则呢，你看不清你家族里面的各种关系，你在你家里面也很难拥有合适的地位。所以说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咱们不能伤人，对不对对了，忘了说多了啊，说远了，给大家揭晓谜底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又预判对了一个事儿。面具人我当时说，国家把这些电动车整治完了以后，国家就会出自己的收费共享电动车之类的。想不到呀，想不到，这国家更狠，现在呢出了一个共享电瓶，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你们看看啊，看到了吧？以后呀，你们想要用电动车，在自己家里面交点电费就能给电瓶充电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后呀，都是用这种小电瓶的国家出品的小电动车。可为啥要用这么小的电瓶呢？为啥？因为电量小呀，路途短呀，你用一会儿就没电了呀，你很容易就把电用完了呀。然后呢，你又得换电瓶呀，然后呢，你换电瓶可不得掏钱呀，然后呢，你又得掏钱，是不是？很多人会想，电动车我自己家里面不就能充电吗？为啥我要用这种付费电瓶呢？那么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了，你免费用了，那国家赚啥钱呀，对不对？你得为国家做贡献呀，而且呢，国家也说了，你私人用的电瓶车，这不达标，那不安全的，这样那样的。总之呢，用国家的最好、最安全、最贵。总结一下今天的3个话题：第一，狗狗币，狗狗币现在入场还不晚，只是你的利润能比前面入场早的人要低一些，但是呢，你还是能够赚到很多钱的。那至于各位如果有狗狗币投资方面的，包括实战教学的如何精细化操作的问题，可以看屏幕下方留言区和内容简介区里面有面具人我的联系方式啊，非诚勿扰啊。
然后呢，咱们今天第二个话题讲到了你为什么赚不到钱。首先呢，你得先会花钱，你才能会去赚钱呀，对不对？供需关系，你连花钱的能力都没有，你赚钱用来干啥嘛？对不对？这不符合科学逻辑。最后呢，国内现在真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脑洞过啊？反正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就是中国现在所有能赚钱的，所有有可能赚钱的各行各业，甚至民生啊，都被国家管了，也都是要收费的。民生都要收费，对不对？还何谈有好生活呢？说多了都是眼泪。总之，各位赚钱吧，赚钱最重要。有钱到哪儿说话都有底气，也不会被别人瞧不起了，对吧？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发大财。那面具人最近也在精编一些我的心理学节目，放在我的会员区里面。如果有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敬请期待观看。你们也可以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啊，相信你们可以在会员的领域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面具人。我们会员区再见。